这是一部经典的英国乡村爱情电影，根据世界名著改编，在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中，讲述一女三男的感情纠葛。故事发生在1870年，距离伦敦200英里外的一个小乡村。这里美如油画，可女主角却有个奇怪的名字巴斯谢巴。她长得青春貌美，但由于从小父母就过世了，所以她早已习惯独立自强。她喜欢身穿红衣，骑着骏马，飞奔在广阔的草原之上。然而这英姿飒爽的一幕吸引了欧克的注意。隔天，他以归还巴斯谢巴遗落在树林里的围巾为借口跟他搭讪，憨厚老实的模样让巴斯谢巴忍俊不禁。欧克是邻居农场主，而巴斯谢巴在姨妈家的农场工作。在远离人烟的世外桃源，他们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，享受着生活的乐趣。在逐渐的相处中，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微妙的感情，尤其是欧克。他在确定自己喜欢上了巴斯谢巴后，便立即抱着刚出生的小羊去向他求婚，并承诺会给他富足安乐的生活。谁知巴斯谢巴听后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欧克从没求过婚，现在被果断的拒绝让他不知所措，只能匆匆告别离开。可巴斯谢巴又在身后追赶过来，他解释自己没有不想嫁给他，只是他从未仔细考虑过这件事。再说他喜欢的是能驯服自己的人，而欧克太过传统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欧克会越来越讨厌独立的自己。然而欧克表示自己的爱坚定不移，永远都不会变。之后他转身离去，却没想到这个夜晚，两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。欧克在家里睡觉，院里的牧羊狗却突然发起疯来，他咆哮着冲着羊群狂吠。欧克被吵醒，赶紧出来查看，却发现羊群早已不见踪影。他预感事情不妙，便立马出去搜寻，可最终在一处悬崖边看到羊一只跟随着一只都跳了下去。那一刻，他所有的希望都幻灭了。崩溃之际，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小狗身上。之后，已经贫穷的他背起行李离开了这座小山村。而巴斯谢巴也在这天收到了一封信件，他的叔叔过世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。巴斯谢巴一夜变富了，兴奋之余，他身穿红衣，驾驶马车前去继承财产。另一边的欧克漫无目的，他在街边看到有人征兵，驻足停留了片刻，却不想被一个女孩建议，如果你需要一份工作，可以到附近的一个农场看看，那里急需用人。欧克一路找寻过来，发现这个农场正燃烧着大火，看着火势蔓延的厉害，且无人领导主事，欧克便挺身而出，带领大家一起保住了粮仓。火势一直到早上才得到控制，而农场主也才姗姗来迟。可让欧克意外的是，农场主竟然是巴斯谢巴。再次见面的两人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巴斯谢巴现在拥有农场和房子，物质上的富足给了他许多自信。虽然他很同情欧克的遭遇，但如今身份的转变会让欧克尴尬，所以他不知该如何安置欧克。谁知欧克竟毫不在意，表示自己能在这里工作已经很知足了。巴斯谢巴回去第一时间解雇了农场的总管，并把羊群交给欧克打理，然后表明以后他要亲自管理农场。虽然他不清楚自己的能力能把农场做到什么程度，但他会用尽全力努力让这里焕然一新。在那个年代，女人有这样的气魄，不禁让欧克敬佩不已。从此他把爱深埋心底，默默在这里守护着巴斯谢巴。交易大厅通常都是男人们的地盘，但是这天巴斯谢巴带着仆人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，这样大胆的行为引得一个男人的注意。此时他并不认为这样的女人有何能耐，谁知巴斯谢巴主动出击，推销自己的谷物，寻找合作的机会。在谈成第一笔生意的时候，男人也走到了摊位前。后来仆人告诉巴斯谢巴，这个男人是邻居农场主包伍德先生，他又帅又有钱，周围很多女人都对他着迷。听说他年轻时被女人抛弃过，所以现在寡言少语，有些孤傲。仆人问起巴斯谢巴是否被人抛弃过，巴斯谢巴很激动，他那么高傲，怎么会被人抛弃？就在不久前，他还拒绝了一个男人的求婚呢。仆人很好奇，你不爱他吗？巴斯谢巴说，我在等待能驯服我的人。这天包伍德先生突然出现在巴斯谢巴的面前，神情严肃，不苟言笑。巴斯谢巴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，可包伍德却话少得可怜，高高在上的姿态让他很是无语。于是在有机会捉弄包伍德先生的时候，巴斯谢巴毫不犹豫地做了。他给包伍德送去了一张卡片，上面是一句情话。包伍德看后表情凝重，他已许久没有心动过，但这次的撩拨让他的心不再平静。上次在交易所，包伍德已经见识了巴斯谢巴的与众不同，而巴斯谢巴平时更是亲力亲为的打理农庄。看到他和工人在一起忙碌的样子，包伍德心中更增添了倾慕之情。于是他把巴斯谢巴约到自己家中，向他展示自己的财富。包伍德有耕地、果园、牲口，还有一座豪华的房子，里面布置的精美绝伦，但缺少一个女主人。包伍德以为这些足以打动巴斯谢巴，便紧张地向他求婚，谁知巴斯谢巴直接拒绝了，这让包伍德不知所以。他拿出卡片询问那这里的情话是什么意思。巴斯谢巴解释说，这只是当时冲动的一个行为，并不是真实想法。但包伍德还是坚持表明心意。他说，我虽然年龄大些，但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保护你，远胜于那些跟你同龄的年轻人，你会拥有富足安逸的生活。
巴斯谢巴听后婉言道：“这些我都已经有了，我不需要一个丈夫。”包伍德很失落，自责是自己太鲁莽。而巴斯谢巴回到农场后，立即找到欧克询问意见。谁知欧克竟指责巴斯谢巴不该开这样的玩笑，诱惑一个你不爱的人，这是卑鄙的行为，也是可耻的。这些话让巴斯谢巴很恼怒，他不允许这样一个男人来批评自己的为人处事，所以他立即辞退欧克，让他另谋高就。而欧克也不娇惯这位大小姐的脾气，第二天一早便背着行李离开。可农场却出现了事故，整群羊都病了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那将遭受重大损失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，唯一能救的只有欧克。无奈之下，巴斯谢巴骑马追赶上在路边歇息的欧克，他诚恳道歉，希望欧克能继续回农场工作，救活小羊。欧克也曾遭受过损失，自然不会过多计较。而巴斯谢巴虽然桀骜不驯，但他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他怎么能因自己的任性而让农场遭受损失。在隔天的晚宴上，巴斯谢巴和工人们欢聚一堂，包伍德也闻声过来做客。期间，巴斯谢巴唱了一首歌，美妙的歌声和优雅的弹奏让欧克满眼爱意，而包伍德更是心潮澎湃，他跟着合唱，觉得巴斯谢巴就是自己等待的爱情。于是在回去的时候，他再次向巴斯谢巴示好，可惜巴斯谢巴还是回绝了。在那一晚，巴斯谢巴在树林中遇到了让自己心动的男人，微弱的烛光中，男人被巴斯谢巴的盛世美颜吸引，他毫不吝啬的夸赞：“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。”或许这样的话语对女人总是很受用。巴斯谢巴表面波澜不惊，但实际上他的心开始波涛汹涌起来，而男人想要追求的心更是急切。他在农场干活，卖力表现，巴斯谢巴不明白他的意图，于是把他叫到一边，准备赶他离开。然而他还没开口，男人便率先出击，他做着亲昵的举动，说着甜蜜的话语，瞬间撩拨的巴斯谢巴藏不住的笑意。男人趁机邀请他明天在树林见面，轻浮的样子，英俊的脸庞，满眼的情欲，一时间让巴斯谢巴乱了心神。他回去犹豫了片刻，第二天便打扮精致的前来赴约。树林深处，男人身穿红色军装，笔直挺拔，在四目相对之时，爱情已经生根发芽。巴斯谢巴缓缓走过去，男人干净利落地耍了一套刀法，并砍断了巴斯谢巴的一缕头发。在他疑惑不解之时，男人上前亲吻了巴斯谢巴，他的初吻没有了，心也一并跟着飞走了。这就是所谓的能驯服他的人吗？巴斯谢巴终于遇到了想要的爱情，他满心欢喜，但欧克却很担心。他找到巴斯谢巴，劝阻他不要被花言巧语蒙骗，因为据他了解，男人不久前还在教堂里等着迎娶新娘，现在这样做真是毫无良知。可巴斯谢巴却说，男人是个正直的人，面对欧克的建议，他甚至还表示这不关你的事。欧克很有自知之明，两人现在身份悬殊，他知道自己不会有机会，但他也不会甘于庸碌一生，总有一天他会离开。但现在他在这里，他还爱着巴斯谢巴，就不能坐视不管，看着他被男人毁掉。可这样的话语并没有打动巴斯谢巴，反而让他下定了决心。他给包伍德写了一封信，明确拒绝了他的求婚，然后带着行李去城里寻找男人。男人名叫鲁伊，从此巴斯谢巴就是鲁伊太太了。两人正式在一起后，每天成双入对，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。欧克远远看着，只能无奈叹息。这天，巴斯谢巴和鲁伊在谷仓里面举行新婚派对，热闹非凡。而欧克在院里看到电闪雷鸣，凭着经验，他断定一会要下大暴雨，于是他来到屋内报告，并请求巴斯谢巴指派几个人一起帮忙盖遮雨布，要不然收成就泡汤了。然而现在鲁伊是农场的男主人，他不听从欧克的建议，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根本不会下雨。欧克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去。而鲁伊搬出整箱的酒，要与大家畅饮，不醉不归。这一刻，看着毫不关心农场的丈夫，巴斯谢巴才明白，或许自己选错了。眼看大暴雨就要袭来，欧克独自一人挽救粮食。巴斯谢巴看到后，立马换下礼服，赶来与他一起奋战。经过两人的努力，粮食保住了，而巴斯谢巴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或许只有欧克才真正的明白，他最在意的是什么。对于丈夫，他现在只有失望。巴斯谢巴一直都瞧不起那些被男人的甜言蜜语所冲昏头脑的女孩，却没想到自己也成为了这样的人。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但现在他不想听欧克任何的言语，他不允许别人指责他。欧克这次没有再说什么，照常努力的干活。暴风雨过后，包伍德出现在农场门口。一个女人家经营农场很是艰难，还好有欧克这么忠心的人。他看到巴斯谢巴没有遭受损失，便放心下来，但他的脸色很不好。欧克询问他怎么了，包伍德说自己很难过。虽然巴斯谢巴没有给过他承诺，也不算抛弃他，但他就是想不明白，甚至感到极度悲伤，为何自己会不如鲁伊，不能俘获巴斯谢巴的芳心。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女人总是需要通过爱来成长，而爱情又总是那么莫名其妙。婚后的鲁伊慢慢露出本性，他无所事事，也不关心农场的经营，每日不是在院子里挥舞刀剑，就是外出寻欢作乐。这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之前的爱人芬妮，两人再次相见，他的眼中满是惊喜与怜爱。而芬妮告诉他，
自己怀了他的孩子，快要生产了。他解释是自己听错了教堂的名字，才没有按时赴约，希望鲁伊不要生气。原来当时鲁伊在教堂没有等到芬妮，以为芬妮反悔了，便气愤地离开了那里。现在鲁伊已经结婚有了妻子，可他还爱着芬妮，很希望自己能弥补这个错误。于是他交代芬妮先去救济院住一晚，自己回去筹钱，到时给他安置一个家，好好弥补他。巴斯谢巴早已对鲁伊失望透顶，面对鲁伊要钱的行为，巴斯谢巴直接拒绝，并说因为你的挥霍无度，家里剩余的钱仅够维持农场开销。鲁伊听后愤然离家，他来到和芬妮约定的地点等候，却不想看到一个拉着棺材的马车赶往农场，殊不知那里面的正是由于早产而意外身亡的芬妮。因为他以前是巴斯谢巴叔叔的佣人，所以被送往了这里。巴斯谢巴是个善良大度的人，他准备好好安葬芬妮，可却听到了一些传言。事关丈夫鲁伊，为了验证猜想，他支走仆人，独自打开了棺盖，眼前的女人和婴儿让他很震惊。而这时鲁伊也回来了，他进来看到爱人和自己的孩子，竟不顾阻拦，上前亲了他们。此刻鲁伊的心很痛，他悲伤地告诉巴斯谢巴，虽然芬妮现在死了，但以前、现在和将来，他都比你重要，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毫无意义这4个字让巴斯谢巴的骄傲荡然无存。第二天，鲁伊带着棺材离开了农场，他来到大海边，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不久之后，巴斯谢巴被告知鲁伊溺水身亡了，因为村民在海边发现了鲁伊的衣服。巴斯谢巴伤心过后，农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欧克依然陪伴在巴斯谢巴的身边，而包伍德依旧对巴斯谢巴倾心。他知道鲁伊给巴斯谢巴留下了大量的债务，便表示只要巴斯谢巴愿意，他会偿还所有的债务，负责巴斯谢巴的全部开销，让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把经营农场当做一种消遣。包伍德很想成为巴斯谢巴的避风港，于是再次真诚地开口向他求婚，并谦卑地表示自己不介意巴斯谢巴不爱他。如此坦诚，巴斯谢巴没有再急于拒绝。他现在的爱情残破不堪，但包伍德的未来都握在他的手中。他想知道欧克怎么看，可欧克却说你问错了人。圣诞节来临，包伍德在家里忙碌着准备宴会，他邀请欧克前来帮忙，自己却紧张的手抖起来。他相信巴斯谢巴会做出正确的决定，但还是忍不住询问欧克，你认为他会怎么回复呢？欧克说你问错了人。其实包伍德早就知道了欧克对巴斯谢巴的爱，但因为欧克的善良仁慈，包伍德才有了这样的机会。他拿出钻戒对欧克表示了感激。宴会正式开始，巴斯谢巴如约而来，3个人都面带微笑，可心底却是不同的感情。欧克识趣的想要提前离开，包伍德却绅士的坚持要他和巴斯谢巴跳一支舞，这是2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。巴斯谢巴再次开口询问欧克的意见，欧克却说做你认为正确的选择。这显然不是巴斯谢巴想听的，他有些失望，愤然离席。可没想到竟在院子里看到了鲁伊的身影，他依旧穿着红色军装，却尽显落魄颓废。巴斯谢巴很惊讶，询问他这是怎么回事。鲁伊解释自己被渔民救了，这次回来是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他越说越疯魔，把所有的遭遇都怪罪到巴斯谢巴的身上，他要报复他。在残暴的拉扯中，枪声响起，鲁伊中枪身亡了。今天是包伍德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机会，他怎么忍心看着心爱之人遭受折磨，又怎么会不冲动去杀了那个可恨之人？他的爱压抑了太久，在释放的那一刻注定悲剧收场。过后，欧克来到卧室查看，发现包伍德已经准备了结婚的所有物品，署名均为巴斯谢巴、包伍德，可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唏嘘。庆幸的是，包伍德没有被判死刑，而是无期徒刑。一眨眼春暖花开，又到了丰收的季节。看着农场里忙碌的工人，巴斯谢巴很是欣慰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终于可以安稳下来。可欧克却要辞职离开了，现在农场经营稳定，他想要去美国发展。巴斯谢巴很意外，但还是同意让他走。这一晚巴斯谢巴想了许多，他辗转难眠了一晚上，才发觉自己早已离不开欧克。他知道那就是爱，是他想要的爱情。于是他没有犹豫，穿上2人初次相见的红衣，骑马追赶欧克。他不明白欧克为何非要走，可经历了这么多事，在那么多人都质疑他的时候，只有欧克始终坚持站在他的身边。他也最终领悟到了，是自己离不开欧克，而欧克的爱从来没有减少。如果他知道巴斯谢巴愿意让他爱着，让他娶她，那他又怎么会走？巴斯谢巴说，你何不再问问呢？你再试试，向我求婚，娶我回家，我们共度余生。经过了那么多的挫折，他们终于在一起了。兜兜转转那么久，才发现你是最对的那个人。还好欧克没有放弃，还好巴斯谢巴懂得回头。2人牵着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！为何女人总是要经过渣男才能学会成长？巴斯谢巴在人生中遇到了3个男人，一个富有绅士，极度尊重，一个轻佻疯狂，自我颓废。只有欧克与他同甘共苦，让他明白了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，也让他收获了远离尘嚣的真挚爱情。